本系列上个视频介绍了回音壁实现家庭影院的普通难度，属于纸上谈兵。今天借用这台索尼电视和一整套回音壁，我们一起开箱、摆位、接线、调试、享受。感谢索尼中国借用设备，让我们能理论实践相结合。这里是考拉上校的家庭影院入门2番外篇回音壁实战，欢迎各位未来发烧友。我们一边开箱一边介绍一下这套设备。回音壁主机是索尼今年的新品 HT-A5000， 物理 5.1.2 声道，支持杜比全景声和 DTS-X 两种目前最高规格的多声道音频格式。HDMI 2.1 接口，支持 4K 120帧直通。包装里有2个壁挂支架，一个遥控器，一根挺粗的 HDMI 2.1 线。回音壁机身长 1.2 米，正面是一体成型的金属面网，机身是塑料材质，光照下有一种类似于岩石的磨砂质感。正面网罩下有左、中、右3个声道的扬声器，另外有2个低音单元，左右各有一个波束高频扬声器，是为了产生水平方向的环绕声效果。上面有2个斜向上的天空声道，可以利用天花板的反射，把天空声道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朵。2个无线后环绕音箱是选购配件，型号是 RS3S。正面金属网罩下有一个全频单元，一个高频单元，有一个导向孔，可以壁挂，也可以用支架摆放。虽然说 A5000 主回音壁可以发出水平方向的环绕声，但实体环绕音箱能让环绕声方向感更准确。如果你喜欢玩游戏或者看多声道格式的电影，最好还是加上实体环绕音箱。无线低音炮也是选购配件，型号是 SW3， 可以增强回音壁的低频质感。低音炮的正面和背面是黑色网布，里面藏着一个16厘米的低音单元，黑色网布从正面延伸到导向孔里，像个黑洞。我很喜欢这种低调简洁的设计感。最后我们来开箱电视，这是一台75寸的全阵列背光电视 X90K， 索尼 XR 认知芯片， 4K 120赫兹刷新率，2个 HDMI 2.1 接口，支持 VRR、ALM， 所以索尼称之为 PS5 官配搭档。安装服务需要预约，我为了第一时间做视频就自己上了。这么大的电视一个人安装风险还挺大的，大家别学我。这台电视的支架有2个安装档位，可高可低，我们要安装在高档位，下面正好放回音壁。支架安装就这么简单，但是怎么能把它弄到电视柜上呢？用我做的音箱做个楼梯，就可以让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轻松完成了。但是它并没有居中，我用线槽盖垫在下面，减小摩擦力，就可以轻松移动电视到你想要的位置。音箱摆位是组建家庭影院系统里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常常被我们忽略。摆位的第一个重点是，我要把沙发放在距离电视多远的位置。我根据家庭影院的权威认证 THX 标准做了一个公式，输入电视尺寸，可以自动计算出最佳观影距离。当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我就以这个标准确定了沙发的位置，然后就能摆后环绕音箱了。根据杜比扬声器摆位指南， 5.1 声道环绕声音箱摆放在沙发两侧偏后的位置。如果你沙发后面就是墙，摆放在沙发的两侧也有环绕声，但比较难获得来自后方的纵声感。要注意的是，扬声器一定要朝向自己的脑袋，不要朝前，因为高频的方向性很强，如果没有对准你的头，你听到的高频细节可能就会模糊。环绕音箱和你的最佳距离尽量等于主回音壁到你的距离。确定了位置，还有个高度问题。据我多年的折腾经验，环绕音箱高度略高于耳朵会获得一个相对开阔的声场。比如说，我就把音箱支架的高度定在高于耳朵30厘米的位置。低音炮的位置刚开始可以随便摆，甚至不需要朝着你的方向，因为低频没有方向性。当你听了一段时间，如果发现嗡嗡的低音让你难受，这说明这个位置的低频驻波比较厉害，就换一个位置。因为 SW3 是无线低音炮，不需要考虑音频线，只要考虑电源插座就行，很方便调整炮位。最后是主回音壁，很简单，放在电视下面就行。虽然说塞到电视下面隐藏起来很美观，但是这样会挡住天空声道，所以最好往外拉一些，把天空声道露出来。天空声道扬声器的朝向是斜向上的，这样它们2个发出的声音才能通过天花板的反射进入到你的耳朵，营造出来自上方的听感。对这套索尼 A5000 回音壁来说，接线尤其简单，因为功放是集成在主回音壁内部的，而且环绕音箱和低音炮还是无线的，整个系统不需要一条音频线，只要把它们各自通电就行。所以这里的接线主要是连接 HDMI 线，
这台 X90K 背后有4个 HDMI 接口，1和2是 HDMI 2.0 的，3和4是 HDMI 2.1 的，其中3口支持 eARC 音频回传。我把硬盘播放器通过 HDMI 线连接到电视的 HDMI 2.0 的1口，把 PS5 连接到支持 HDMI 2.1 的4口，来实现 PS5 的120赫兹和 VR 可变刷新率。然后用回音壁自带的 HDMI 线分别连接电视的 HDMI 3口和回音壁的 HDMI out 口。这种连接方式叫音频回传，意思是游戏机和硬盘播放器把视频和音频信号源都交给电视，电视把视频信号显示出来，再把音频信号回传给回音壁。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一台需要120赫兹刷新率或者 8K 的设备，但是电视的2个 HDMI 2.1 接口都已经被占用了，就可以插在回音壁的 HDMI in 口上。回音壁收到视频和音频的信号，自己把声音发出来，再把视频信号传递给电视。这种连接方式就是上一集视频讲的串接，也叫直通。下一步，我们用回音壁自带的一根 3.5 毫米音频线，分别连接电视和回音壁上的这2个接口，就能开启电视中置扬声器功能。这个功能在调试部分我们会说到。索尼 A5000 回音壁在搭配后环绕 RS3S 或 RS5 的情况下，可以开启360空间声场映射功能。主回音壁会通过声场优化来探测房间内环绕音箱的位置，再和它们发出的球状声波结像，制造出多点幻象扬声器。目的是营造出更开阔的声场，因为它是物理层面的技术，所以实际体验效果跟以前的虚拟环绕声完全不同。最后，我们把各个设备的电源线接好，开始调试。打开电视和回音壁，自动进入音响系统的设置界面，选择语言，然后开始自动优化后环绕音箱和低音炮的无线连接。完成之后，就可以在界面上看到这3个设备已经连接。此时环绕音箱和低音炮网面下面会有一个绿莹莹的小点亮起，非常舒服。也可以按遥控器的 dimmer 键调整亮度或者关闭。下一步是把回音壁接入到我们的路由器，以后可以升级固件。最后一步是声场优化。我们每个人的房间大小、陈设布局、音箱位置都不同，所以声场优化的功能会让每个声道的扬声器发出特定的声音，经过房间反射回到回音壁内置麦克风，来探测你房间的混响，自动优化各个声道。完成之后，我们第一次听到了索尼回音壁360空间映射技术的效果。接着我们来到高级设定，可以选择让电视机作为回音壁的中置扬声器。这个功能开启之后，电视侧面的高频单元会发出人声对白部分的高频声音，把整个对话的声音拉上来，感觉对白是从屏幕发出的，而不是电视机的下面。类似的操作其实我也做过，我曾经在投影幕的上面挂了一个中置音箱，就是想把人声对白从电视柜的高度拉高到屏幕的位置。这些型号的索尼电视支持电视中置扬声器功能。下一步到 HDMI 设置里，确认eARC 已经打开，关闭的话，无损多声道的音频就无法通过电视传入回音壁。接下来一步很重要，偏源的声音从播放设备开始，到电视，再到回音壁，一路经过好几个设备。为了能确保偏源最好的音质直接输入到回音壁，我们必须把偏源的播放设备和电视设置一下，让他们不对音频信息动手脚，原本交给拥有专业多声道解码能力的回音壁来解码和播放。在我的硬盘播放器的音频设置里面，设置成源码输出。在索尼 X90K 的电视声音设置里，这个功能叫传递模式，也有的设备叫直通，有的叫透传，还有的叫 pass through， 它们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自己不处理音频信息，直接放行通过。在 PS5 里没有直通这个概念，可以设置成线性 PCM， 也叫 LPCM。LPCM 是一种未压缩的音频编码格式，也支持多声道，当然选杜比和 DTS 也可以。不同音响系统表现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音响实际表现来选择。下面我们来试听几段杜比和 DTS 环绕声片段。由于我的录音设备和你的耳机性能上的限制，加上平台发布会对视频压缩，声音细节、低频、声场都会比现场听感差很多，所以我会以文字的形式描述现场听感。请戴好你的耳机，现在开始。
大概是2010年，为了实现环绕声，我买了这套音响柱。为了能发挥出环绕声的效果，我当时找了很多多声道的偏源，但是它的后环绕音箱很少出声，只是偶尔能发出一点点的环绕声，来提醒我它是5.1的。后来我把原配的细线换成了很粗的音频线，那对后环绕音箱才响得频繁了一些。但是由于它的功放和喇叭性能都很一般，而且只能解码杜比数字，声音比较模糊，没什么细节，声场营造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后来我才一咬牙买了一台先锋7.2.4声道的全景声功放。那个时候全景声刚进入家庭音源领域，死贵，官方售价$3000，这还不算那12个音箱和低音炮。现在这台几千块的索尼A5000回音壁就能支持杜比全景声、DTS-X， 甚至有反射式的天空声道。如果你的偏源、摆位设置都对，细节和声场都没问题。如果当时能有这个效果，我肯定就不折腾了。不过可能也就没有后来家庭音源入门这个系列的视频了。当然，回音壁再好，由于它体积、材质、声音单元大小的限制，在声音的质感和力度上，和相对高端的 AV 功放加音箱组合还是比不了的。但是你要为此花费很多倍的金钱，还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如何把它们发挥出来。家庭语言入门3这个视频，我需要一些时间把我折腾过的经验梳理清楚，还要做一些小动画来给大家聊明白。我建议你先研究一下各种渠道，囤点偏源，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好偏源才是第一步。这个圈子有个说法是，我们的耳朵也需要被训练，否则给你一套好音响，你也听不出个萝卜白菜。我的训练是12年前从一套塑料音箱柱开始的，2022年的你，也许就是从一套回音壁开始。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点用，别忘了点赞。我是考拉上校，下期再见。